有缘人，若您刷到这条影片时，请勿错过，此乃天意之赐，您的财运将如约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请满怀信心，亲自迎接这份富贵。订阅点赞，给这份福泽一个回应，让财富与健康更加稳固长久。留言祈福，愿您福运亨通，身体康健，富贵满堂，远离疾苦。今天要分享的是六六大顺，这几个生肖端午节后有大财。俗话说六六大顺，财运自来，特别是在端午节之后，天地之间阳气渐盛，五行流转之间有了明显的转机。而对某些生肖来说，这可不是小转机，而是妥妥的大转机。尤其是偏财一块，机会满天飞，就看你抓得住抓不住。运势这东西从来不是随便说说的，它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也讲究命理五行配合得当。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到底是哪几个生肖在端午节之后会迎来偏财正财齐旺的好局势。但也别忘了提醒一句，有财之地必有劫数，谨慎应对才能守得住这波好运。首先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属蛇的人。属蛇在五行中属火，而2025年是乙巳年，五行属木火交叠，本身就对属蛇有很强的生福作用。端午节之后，太阳运行至午火之位，火旺木盛，火生土，土生金，正是金银财宝蓄势待发之时。而属蛇人今年在流年命盘中偏财星高照，加上端午之后几天木火的局，刚好形成财运翻倍的组合。最明显的感受就是突然有贵人来找你合伙做生意，或者过去投出去的钱忽然有了惊喜的回报。特别是对那些本身就经营副业、炒股、做项目投资的属蛇人来说，这波运气不要太关键。不过要提醒一点，偏财虽旺，但也容易惹来妒忌，特别是合作过程中可能有人暗中使绊，建议在签约协议方面多加小心，关键条款务必自己核对。再来说属牛的朋友，别看属牛平时走得慢，但偏财运一来，冲击力可是不容小觑。从命理来说，属牛五行属土，而2025年火土同宫，端午节后火运旺，生土之力加强，属牛的运势就像一棵树终于扎稳了根，开始蓄势待发。特别是在农历6月初5到6月15之间，偏财星与太阴星交汇，这种组合容易带来女性贵人的支持，或者家族亲戚方面带来的一笔突然之财，比如家里人投资找你帮忙，最后大赚一笔，又或者原本觉得没希望的老项目忽然被人看上，成功转让套现。而偏财之所以叫偏，往往不是靠死工资和主业挣来的，它来的时候轻巧迅猛，去的时候也快。如果没有一定的财商和计划性，很容易落得手里有钱心里没底的局面。因此属牛的朋友一定要记住，端午节后遇财不贪，小赚快走，积少成多，才能化短期好运为长期福报。属鸡的人今年其实过得有点辛苦，前半年因为冲太岁，做事不顺，说话容易得罪人，财运也多有反复。但好在端午节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五行之中金受火克，而农历5月底开始火势减退，金气渐生，属鸡本身五行属金，得了天时之助，开始慢慢转旺。更关键的是，今年对属鸡人来说是偏财入命，正印护身的大年，前提是你不要太懒，要积极动起来。特别是那些从事金融、管理、销售等行业的属鸡人，端午之后极容易遇到贵人介绍新资源，或者从某个客户那里获得一笔意外提成。属鸡人向来头脑精明，能把握住机会，钱财自然滚滚来。不过还是那句话，偏财运来了是喜事，但人际关系方面却也有隐忧，容易遭人嫉妒，
尤其要提防背后小人散布流言。建议在端午节当天可以佩戴一些具有转运作用的饰品，比如黑曜石、金曜石等五行属土的天然饰物，帮助你稳住金气，避开流言，是非不上身。接下来我们不能不提属猴的朋友。属猴五行属金，活力充沛，反应灵敏，是最容易捕捉到短期偏财机会的生肖之一。进入农历5月下旬之后，水火调和，天地气象渐变，正好促成一种水火既济、金木生财的格局。而这股格局最利属猴之人发财，尤其是那种以信息流、市场洞察、网络科技、投机炒作为手段的偏门之财最为旺盛。比如你突然刷到一个冷门信息，转手操作就小赚一笔。又比如你原本不抱希望的二手物品出售忽然成交，还多出几千块，这些都是典型的偏财现象。不过属猴的人往往因为行动快、欲望强，容易一时得利便大意忘形，很可能因贪多而导致钱财回吐。所以建议保持7分满意、3分防守的节奏，不冲动，不盲从，才不会让好运变成隐患。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就是属猪人。属猪的人五行属水，而2025年木火当令，按理说水被火克似乎不利，但如果你了解五行更深的运行逻辑，就会发现正因为水受火克，在命盘中形成了克中生财的特殊局面。也就是说，表面上火旺不利属猪，其实却反而因压力转化为机遇。尤其是在经历了上半年压抑后，属猪人在端午之后容易触底反弹，迎来一次财运上的释放。这个时候做一些原本因环境不稳定而迟迟不敢做的决定，比如转岗、换城市、找新合伙人，反而能抓住意外之财。而偏财特别旺的日子集中在农历6月初10到20左右，这10天如果能在感应上多留心，比如看到某个不常联系的老朋友突然来问候，说不定就是合作契机。不过属猪人在这个阶段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尤其是饮食方面，偏财旺的时候人容易放纵，暴饮暴食反而伤了本源，导致财运留不住。当然端午节之后财运上升的生肖还有不少，但重点就在于你个人八字与流年是否匹配。如果你刚好也是上面提到的几个生肖，而且又在关键时间点有重要行动，那这波偏财运你很可能能握得住。而如果只是单纯想靠风水改运，不努力不改变，那再好的运势也只是纸上谈兵。所以说有运势是一回事，会不会用，敢不敢做，才是你能不能真正富起来的关键。好运是机会，但也需要时人时事去引导。尤其端午之后这段时机，是许多生肖脱困起飞的重要转折点。你如果在名单里，不妨就此打起精神，好好规划接下来的30天，哪怕一开始只是一点小收获，也可能成为你整年翻盘的第一块跳板。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分享加订阅频道。在接下来的每一期视频将继续揭示几千年生肖文化密码背后所孕育的那些个人命运和神秘信息。愿你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稳健而有力，确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坚实可靠。